如果吉萨大金字塔根本不是4500年前建的呢？有人认为它的真实历史可能超过2万年，那可是比农业甚至比文字诞生还要更早的时代。可问题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到底是谁建造了这些巨型建筑？甚至那真的是人类完成的吗？意大利研究员阿尔伯特·奥迪尼提出了一个观点，而他的理论基础来自一种叫相对侵蚀法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观察石头随着时间风化的程度来判断它到底经历了多久的岁月。也就是说，如果石头出现了这种程度的损坏，那可能远远不止几千年。不过在深入聊这个理论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金字塔本身。吉萨金字塔群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巨型石质建筑之一，其中有2座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代世界中最高的金字塔，而胡夫大金字塔则是3座里面最高的一座。更特别的是，它还是古代世界7大奇迹里唯一保存到今天的建筑。当然，这些金字塔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啪一下就建成的，很多人很多代工匠持续参与了建造过程，而且从不同金字塔之间的变化，你其实能看到他们技术进步的痕迹。早期金字塔经常会出现失误，比如奇怪的倾斜角度、结构问题等等，而后来的金字塔则越来越工整，效率也越来越高，看起来就像建造者们是在不断摸索，一代一代解决新的工程难题，然后越做越熟练，有点像智能手机更新换代，每一代都会更先进、更成熟。这也把我们带回最核心的问题：金字塔到底有多古老？又到底是谁建造了它们？还有，人类到底是怎么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把那些重得像卡车一样的巨石搬运堆叠起来的？目前来说，关于金字塔的大致年代以及参与建造的工人，其实已经有相当可靠的证据，但真正的建造方法到今天依然存在很多争议。也正因为这样，金字塔已有2万多年历史，这种说法才会特别容易引发关注。大多数历史学家依然坚持传统观点，认为金字塔大约建于4500年前。现在我们回到相对侵蚀法，风、雨、冷热变化都会慢慢侵蚀岩石，石头在外面暴露的时间越久，累积的损坏就越多，就像一条用了很多年的老水泥路，看起来一定比新路粗糙得多。而胡夫大金字塔其实原本并不是现在这种粗糙的样子，它过去外层包裹着光滑的白色石灰岩，但在公元1303年一场大地震之后，埃及人把外层石材拆了下来，用来重建开罗的建筑，所以金字塔有些部分其实只暴露在风雨中大约675年。而在金字塔底部有一部分石灰岩地面曾经长期被那些外层石块覆盖着，直到后来石块被拆掉，它们才第一次暴露在自然环境里。就在旁边还有同样材质的石灰岩地面，但那部分从金字塔建成那天开始就一直暴露在外。不同的暴露时间让整座金字塔像是变成了一个天然计时器。简单来说，奥迪尼比较了同一种石头的2个区域，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石头在675年里会被侵蚀成这样，那么要达到另一种更严重的侵蚀程度又需要多久？为了得到答案，他并不是只检查一个地方，他一共检测了金字塔周围12个不同区域。因为石头的风化速度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有些区域风更大，有些地方日晒更强，还有一些位置可能存在微小裂缝，会让侵蚀速度加快，所以他得到的数据差异非常大。有些区域推算出来金字塔似乎并不算特别古老，但另一些区域却让它看起来古老的离谱。于是他没有只选其中一个结果，而是把所有数据全部取平均值，最后得到的结果大约是25000年。如果这个估算哪怕只接近真实情况的一部分，那就意味着金字塔的建造时间可能远远早于目前主流认知，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大约公元前2300年。当然，奥迪尼本人并没有说这个数字就是绝对准确的，按照他的分析，他只是认为金字塔很可能比现在普遍认为的年代更加古老，但这并不代表已经被完全证实，所以也不奇怪，很多学者都强烈反对这个理论。这其实也是科学最重要的一点，他看重的是证据，而不是当下什么观点最热门。不过现在让我们真正走进这些神秘的远古金字塔。胡夫大金字塔是吉萨3大金字塔中最古老也是最大的一座，它被认为是为法老胡夫修建的陵墓。胡夫统治于古埃及第4王朝，
如果你听过齐阿普斯这个名字，其实那只是胡夫名字的希腊版本，本质上是同一个人，就像日常人名里的简称和全称，只是叫法不同。而在大金字塔旁边还有另外2座巨大的金字塔，它们并不是什么随机工程，而是为胡夫家族成员建造的。这3座金字塔都是在古埃及古王国时期建成的，时间跨度大约横跨了3代统治者。不过我们其实没办法精确确定他们的建造日期，因为现存证据并不完整，历史学家只能依靠古代文献、铭文还有碳十四测年，一点点拼凑出整段历史，有点像拿着一堆烧焦的纸条和模糊的小票，硬拼出一条时间线。而另一个大谜团是，这些法老是否真的活着看到自己的金字塔完工？因为这种工程规模实在太夸张了，往往需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所以很有可能有些金字塔其实是在法老去世后才由下一任统治者完成的。而胡夫大金字塔本身大概率是在另一座更早的金字塔建成约100年后才开始修建的。那座更早的建筑就是阶梯金字塔，它更像是一个圆形雏形，让古埃及建造者逐渐摸索出怎么从石头台阶进化成真正表面平滑的巨型金字塔。但问题来了，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毕竟把几百万块巨石堆成一个几乎完美的金字塔，可不是闲着没事儿随便就能干出来的。首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在那之前根本没人做过这种工程。更早期的金字塔更像是超大型石头楼梯，虽然也很震撼，但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而吉萨金字塔则像是直接从搭建简易木屋突然跨越到建造摩天大楼。最离谱的是，他们居然还真成功了。不过当时的古埃及其实确实拥有非常好的条件，每年尼罗河都会泛滥，而洪水退去后会留下极其肥沃的土壤。换句话说，他们粮食非常充足，多到不仅能养活全国人口，还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建筑劳动力体系。而这些多余的粮食也成了金字塔工程背后真正的支撑动力。统治者逐渐学会了高效管理农业，再把多出来的粮食用来维持成千上万名工人的生活。说到工人，其实有些人可能是全职建造者，还有一些则是在农闲时期来帮忙的农民，也有人可能是通过劳动来缴纳税赋。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记录，里面详细记载了很多日常工程安排。比如在雨季期间，古埃及人会利用潜底船把沉重的石块沿着河道运到施工地点附近，而不是硬拖着穿越陆地。也就是说，尼罗河本身其实承担了大量运输工作。真正最头疼的问题是怎么把那些巨石运到高处，因为你不可能把几吨重的石头直接举过头顶，还能保证不出意外。一个失误，人当场就会出事儿。所以建造者们必须使用斜坡系统。但问题是，如果从地面一路修一条直通塔顶的巨大直坡，那这条坡道本身规模可能都快赶上另一座金字塔了。等于金字塔还没建出来，你先修了一座同款的仿造土坡。于是人们后来提出了其他方案。有人认为坡道可能是绕着金字塔外部盘旋上升的，就像停车场那种环形盘旋车道。也有人猜测坡道其实藏在金字塔内部。这个说法听起来确实很神秘，但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的证据支持。不过后来一个发现给了研究人员很大帮助，考古学家找到了一处与金字塔同年代的古代采石场，名叫哈特努布。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套非常陡峭的坡道系统，而过去很多人一直认为这种坡度根本不可能运输巨石，坡道两侧还留有木桩孔洞。研究人员推测，当时的工人可能利用绳索和雪橇把巨型石块一点点拖上山坡。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群人拼命拉着雪橇，同时把绳子绕在木桩上，增加杠杆借力，简直就像古埃及版本的高强度体能劳作。而如果金字塔建造者真的使用了类似技术，那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需要修建那种巨大到离谱的超长坡道，坡道完全可以更短也更陡。